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今天这期影片我们来分享6月份的美债券 ETF 的除息懒人包。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来看美国的经济数据。那我们这次要看到的美国经济数据是美国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ore CPI。那 Core CPI 的话呢，它是扣除了食物以及能源这些比较高波动性的一个指数哦。那这个指数呢，在6月12号的时候呢，有一个最新的公布值，那它比预期的 3.5% 还要低是来到了 3.4%。那这个数据的话呢，其实是非常的不错的。那我们从图中可以发现到，这个指数它是有持续的稳步的下降。那这个指数稳步的下降，那对降息的预期一定可以起到一个激励的效果。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联准会的一个最新降息消息。那大家都知道6月12号的时候呢，是联准会官员他们的 FOMC 例行会议。那这个会议的话呢，它就会公布出这些联准会的官员他们对利率的预期以及对美国经济的一个状况的展望。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那这个表格我们可以发现到，联准会的官员他们在3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有对市场上对我们2024年美国的经济呢，已经有做过预期了。那 GDP 在2024年3月份的时候呢，联准会官员他们预期的一个中位数是落在 2.1。那现在呢6月份的预期的话呢，也是 2.1， 是保持不变。那失业率的话呢，也是一样都保持不变，也是落在 4%。但是如果是通膨指数 PCE 的话呢，是有上调的一个情况。那 PCE 跟 CPI 都是通货膨胀的指数，不过呢，他们的一个分析局是不一样的。PCE 的话呢，它是由美国经济分析局他们所进行分析的一个数据。那 CPI 的话呢，是由美国劳工统计局他们统计出来所发布的一个数据。那联准会官员的话呢，他们是更加的注重 PCE， 但是呢 CPI 其实跟 PCE 是非常的接近的，他们的一个走势是非常的雷同，所以 CPI 也是市场投资人认为的一个参考的指标。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 PCE 还是 Core PCE，联准会的官员对他们的预期都是有一个上调的状况。PCE 的话呢，从原本3月份是预期会来到 2.4%， 现在的话呢是上修到了 2.6%。那 Core PCE 在3月份的时候呢，原本是预期2024年会降到 2.6%， 现在的话呢则是只会降到 2.8% 哦。那现在的 Core PCE 的数值是多少？现在的 Core PCE 的数值就已经是 2.8% 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联准会具有利率投票权的官员对今年以及明年还有后年利率的预期是如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2024年3月20号的那一次会议，联准会的官员他们对利率的预期其实还算蛮分散的，而且呢他们对利率的预期，他们降息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降息的中位数大概是会预期会降低3码，在2024年的时候。但是呢在最新的一个 FOMC 会议在6月12号所发布出来的一个利率点阵图，他们对利率的看法是有收敛的一个情况，是变得更加的一致性。但是我们从这张图当中也可以看到一个讯息，那就是联准会官员他们对降息的预期是变得更加的保守。2024年3月20号的时候，普遍是预期会降低 0.75%， 但是现在的降息的中位数只会降息 0.25%， 然后利率会来到 5% 到 5.25% 之间哦。那综合上面联准会官员的看法，他们对 Core PCE 是预期会来到 2.8% 嘛，然后呢他们会降低多少？会降低 0.25%。那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现在的 Core PCE 其实已经来到了 2.8%。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用悲观的看法来看的话，那就是联准会的官员他们预期今年通膨应该都不会再下降了。但是我们用乐观的看法去看的话呢，那就是如果今年的通膨只要不反弹，那联准会官员今年降低 0.25% 的一个几率几乎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咯。好，那看完以上联准会官员他们的最新的降息的消息之后，市场上的投资人对利率的预期又是如何呢？其实我发现市场上的投资人跟联准会官员他们的预期是有对折干的一个情况出现哦。好，那我们就来看美国利率期货交易市场的数据。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2024年的12月底的时候，那利率预期来到 4.75% 到 5% 的这个几率呢，相对于 FOMC 会议发布之前是有更加上升的一个状况。不管是来到 4.75% 到 5%， 或者是来到 4.5% 到 4.75%， 都是有上升的一个情况。然后利率来到 5% 到 5.25% 的几率呢，则是下降的。也就是说呢，市场上的投资人认为啊，联准会官员真的是太保守了，他们认为今年联准会的官员降息2码的几率啊，应该是会更高的。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表格，这个表格也显示出2024年9月18号的时候呢，降息1码的几率啊是高达了 56.7%。然后呢，到年底的时候，12月份的时候呢，降息2码的几率啊是高达了 42% 以上哦。所以看完以上的这些数据，我可以发现到联准会官员他们对利率的预期其实都是比较保守的，但是呢，市场上的投资人好像是非常的乐观，认为呢通货膨胀呢其实应该还会下降的更多，这样子联准会官员的话呢，他们在今年就应该要更加早的去降息，降息的幅度的话呢也要更多哦。好，那以上就是联准会官员他们最新的会议的分析。那接下来 Kevin 来分享我自己的一个看法。那我觉得今年联准会官员就算他们只降低 0.25%， 那也没有关系。那我们这些债券的投资人原本就可以领到非常高的一个利息，这也是非常的不错。然后呢，我们把联准会官员他们降息的时候呢所产生的价差当作是一个 bonus， 也就是一个附加价值。这样子我们投资不管是债券或者是债券 ETF， 我们都可以更加的心安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6月份的美国公债 ETF 的除息表。那这次的美国公债 ETF 总共有8档的美国公债 ETF 会进行除息。那他们的股票代号、基金名称以及挂牌的日期我都放在上面这一边。那你可以看到他们成立至今都超过了4年以上的历史，那都是属于非常稳定的 ETF。那他们的股价的部分的话呢，都是在3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就可以购买到了。那资产规模的话呢，则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是来到了1536亿台币。那有一档 ETF 是 00831B 的星光美债1到3年 ETF， 它的资产规模只有400亿台币，而且它维持在400亿台币已经超过了2个月的时间哦，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档 ETF， 尽量不要去碰。那受益人数的话呢，这一档 ETF 它也只有13人，这13人真的是 hold 住了这一档 ETF 啊。那其他的 ETF 的话呢，受益人数都还算是蛮稳定的。那最高的则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那内扣费用的话呢，是属于2023年的内扣费用，是属于 00779B， 它的内扣费用是最低的，是 0.14%。那内扣费用越低的话呢，就代表我们投资档 ETF， 我们付出的成本越低，那我们得到的报酬当然就会越高咯。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平均票息率。那平均票息率的话呢，这几档 ETF 基本上都是在 3% 左右，所以说呢差异并不是非常的大。那除息频率的话呢，都是属于季配息的 ETF。那6月份的殖利率表现的话呢，最高的就是属于 00856B 的永丰1到3年的美国公债 ETF， 它的殖利率是来到了 1.2%。那 00687B 的话呢，也有 1.1%， 也是蛮不错的。那其他的 ETF 的话呢，大概都是落在 0.8% 到 0.9% 左右。那 00831B 这档 ETF， 因为它的资产规模已经非常的小了，即将要面临下市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它这次是没有配发任何的利息哦。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近4季的殖利率表现。那近4季的殖利率表现是包含这一次的殖利率。那我们可以看到，最高的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的近4季殖利率表现是有 4.9%， 是还蛮不错的。那再来的话呢，就是 00857B 跟 00856B， 他们都有 4.8% 跟 4.6%。那其他的 ETF 的话呢，基本上只有 3% 左右的殖利率。那填息天数的话呢，最快的就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的填息天数基本上都是在10天左右就可以完成了。好，那存续期间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几档 ETF 他们的存续期间都是有长有短的。那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债券 ETF 对利率更加的敏感的话，那你可以选择长天期的美债 ETF， 就是存续期间比较长的美债 ETF。 这些 ETF 的话呢，他们对利率就会比较敏感。但是呢，如果你不想要让你的债券 ETF 对利率太敏感，那就选择短天期的美债 ETF 咯。那收益平准金以及保管银行我都放在下面这一边。那收益平准金的话呢，只有 00687B 是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其他的 ETF 是没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除息日期的话呢，我也放在下面这一边。
那这次除息日期的话呢是比较多样的。那6月20号进行除息的有 00687B， 还有 00779B， 还有 00697B。那6月24号会进行除息的是 00764B 的群益25年期的美债 ETF， 还有 00859B 的群益0到1年的美债 ETF。那接下来的话呢则是6月25号会进行除息的，那就是 00857B 跟 00856B 这两档 ETF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金融债券 ETF 在6月份的除息表。那这次金融债券 ETF 会在6月份除息的，总共有3档的金融债券 ETF。那他们的一个股票代号、基金名称以及挂牌日期我都放在上面这一边。那他们的股价的部分，好，最低的就是属于 00933B， 好，因为这档 ETF 它是比较新型的 ETF， 好，所以呢它的一个股价的话呢就比较低，好，因为新型的 ETF 投信为了让投资人更容易去买入，所以呢他们的一个发行价格都蛮低的。那资产规模的话呢基本上都是非常的健康，都有500亿台币以上。那最高的则是 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 ETF， 它是来到了877亿台币。那受益人数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健康哦，最高的则是 00933B 的国泰10外加金融债 ETF， 它的受益人数是破了12万人。那其他两档 ETF 分别是16305人的 00713B 以及 00778B， 好，它是187人。那内扣费用的话呢，最低的是 00778B， 那 00933B 因为它在2023年是没有全年度的内扣费用，那这边我就没有列出来。那平均票息率的话呢，最高的则是 00933B 的国泰10外加金融债 ETF， 好，它的平均票息率是来到了 5%， 那另外两档 ETF 则是有 4.5%。那接下来是除息频率，那除息频率就是前面两档是属于月配息的，那后面这一档则是属于季配息的。那6月的殖利率表现的话呢，月配息的 ETF 都是属于 0.4%， 那季配息的话呢则是来到了 1.1%。 那累积近4季的殖利率表现的话呢， 00713B 跟 00778B 这两档 ETF 其实相差不大，大概都是在 4.5% 左右。那 00933B 好，因为它的一个近4季的殖利率表现的话呢是没有完整的，好，所以说呢它相对来讲就比较低一点，好，是来到了 3.1%。 那填息天数的话呢，最优异的是 00713B， 好，它的填息天数大概都是在10天左右就可以填息完成了。那准续期间我放在下面这一边。那收益平准金的话呢，只有 00933B 它是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其他两档是没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包括银行我也放在下面这一边。那除息日期的话呢，都是在6月20号的礼拜四会进行除息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6月份的公司债券 ETF 的除息表。那这是公司债券 ETF 除息的，总共有10档的公司债券 ETF， 分别有7档的高评级公司债券 ETF， 以及3档的投资级别的公司债券 ETF。那非投等债以及一些产业债券的部分的话呢，我是没有列入其中的哦。好，那他们的股票代号、基金名称以及挂牌日期我都放在上面这一边。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档 ETF 非常的新，那就是 00942B 的台新美 A 公司债20加 ETF， 它在2024年的4月18号的时候呢挂牌的。那距离现在的话呢，大概也才2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它这一次6月份的时候呢，就要开始除息了。好，那我们等一下可以观察一下它的除息表现会是如何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股价。那股价的话呢，有2档 ETF 它是落在15块钱左右，分别是 00942B 跟 00937B， 那其他的 ETF 基本上都是在30多块钱哦。那资产规模的话呢，有3档 ETF 它是属于1000亿级别的 ETF， 分别是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加 ETF， 它是来到了1618亿台币。那 00751B 的元大 AA 至 A 级公司债 ETF， 它则是1539亿台币。那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 它则是来到了1333亿台币。那这3档 ETF 都是属于1000亿级别的公司债券 ETF。那相对来讲的话呢，就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哦。那受益人数的话呢，最高的则是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受益人数是来到了283557人啊，它的受益人数是其他的公司债券 ETF 加起来都还要高。好，那这档 ETF 真的是非常的夯。等一下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档 ETF 的票息率以及它的一个殖利率表现，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档 ETF 会这么的热门。那受益人数第二多的就是 00751B 的元大 AA 至 A 级公司债 ETF， 它的受益人数是来到了97902人。
那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 它则是只有7万多人哦。那内扣费用的表现最好的就是 00777B 的凯基 AAA 至 A 级公司债 ETF， 它的内扣费用的话呢是来到了 0.25%， 是这几档 ETF 当中呢最低的。那 00942B 跟 00937B 因为他们在2023年并没有完整的年度，所以这边的话呢我是没有列出来的。那平均票息率的话呢，最高的就是 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平均票息率是这些公司债券 ETF 当中呢最高的，它是来到了 5.9%， 第二名的只有 4.8%， 这档 ETF 竟然可以来到 5.9%。其实呢，你票息率越高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预期它未来的配息应该会蛮不错的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除息频率。那除息频率有3档 ETF 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 分别是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 以及 00942B 的台新美 A 公司债20加 ETF， 以及 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其实 Kevin 有发现到，最近这2年所发行的 ETF， 不管是股票型的还是债券型的 ETF， 基本上能用月配息的 ETF， 投信都会发行月配息的 ETF， 因为他真的发现到台湾的投资人非常的喜欢月配息的债券 ETF 或者是股票 ETF，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要搭配月领息的投资组合就不用这么的烦恼，只要买一档债券 ETF 或者是股票 ETF 就可以完成了。但是大家投资这些月配息的债券 ETF 或者是股票 ETF 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知道一个重点，我们要看的是总报酬，而不是看你每个月领钱哦。因为如果说呢你总报酬是负的，那就算你每个月领钱，那其实你还是在亏钱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6月份的殖利率表现。那6月份的殖利率表现最高的就是 00751B 的元大 AA 至 A 级公司债 ETF， 它是来到了 1.4%。那第二名则是 00792B 的群益 A 级公司债 ETF， 它则是来到了 1.3%， 以及 00862B 的中信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也是 1.3%。那其他的3档月配息的债券 ETF 我们就要额外拿出来看，因为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季配息的债券 ETF， 那3档月配息的债券 ETF最高的则是 00942B 的台新美 A 公司债20加 ETF， 这档 ETF 是配发了 0.6 块了，它是比另外2档 ETF 都还要高。但是呢，你不要以为说它配发 0.6 块就代表说这档 ETF 未来都可以配发这么的优异，因为这档 ETF 呢，它挂牌至今已经超过了2个月的时间，所以呢，它这次配发的利息可能是不止1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呢，我们还要持续的观察它未来几个月还能不能稳定的配发比较高的利息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填息天数。那填息天数最优异的是 00772B 跟 00937B， 好，这2档 ETF 基本上都是10天左右就可以填息完成了。好，那我们来看存续期间。那存续期间都非常的平均，基本上是落在13年到14年之间。那收益平准金的机制有4档 ETF 它是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分别是 00751B、00942B、00853B 以及 00937B。 好，这4档 ETF 它们是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哦。那保管银行的话呢，我也列在下面这一边。那除息日期的话呢，这次的 ETF 有6月20号礼拜四进行除息的 ETF， 那分别是 00751B、00772B、00777B、00792B 还有 00862B、00937B 以及 00883B。 好，这7档 ETF 都是在6月20号礼拜四的时候会进行除息。那剩下的 ETF 是 00836B， 好，它是在6月25号礼拜二进行除息。那 00942B 的台新美 A 公司在20加 ETF， 它则是在6月18号礼拜二进行除息。那 00853B 统一的美债10年 AA 至 A 级 ETF， 这档 ETF 则是在6月21号礼拜五会进行除息哦。好，那关于以上这些资讯的表格，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当中。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并且觉得 Kevin 的内容也不错的话，可以不用填写任何的资料就可以进行免费的下载咯。好，那我是不随这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露馅，这雪杯前面帮我解掉吧。哭啊！我怎么没看到这边有个水杯？水杯帮我解掉。